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上回有个小伙伴跟我说，让我做个茶香味的吐司。一听这个，我可乐坏了。刚好上次做红茶卷，我买了一堆红茶粉呢，立刻马上神速般开整。好久没有做汤种的吐司了，今天搞个汤种。做汤种的时候，顺便把红茶粉也一起放进去煮一煮，这样红茶的味道都释放出来，茶香味更浓。水、高筋粉、红茶粉一起放小锅里小火熬煮，给它熬成酱就可以了。不过没想到，这熬好的汤种看着好像是有那么一丢丢恶心，是吧？但它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味道，浓浓的茶香啊，老好闻了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放到冰箱里冷藏。熬汤种的时候是晚上我就不想熬夜做了，我先都提前准备出来，明天再做。所以我又把面团除了黄油和酵母以外的材料都混合了，放到冰箱里冷藏一晚上。这个就是水和法。把屏幕上的这些材料都放在一起，用3档揉3分钟，揉成团就可以了。表面盖上保鲜膜，连缸一起放到冰箱里冷藏一晚上。晚安，睡觉去啦。第二天把揉面缸取出来，如果家里有柠檬的话，可以擦一点柠檬皮屑，给它增加点柠香味儿，没有就不加。或者加点橙皮屑也行。再把做好的红茶汤种和酵母都放进去，5档揉8到10分钟，揉到8分筋，就是这样，可以拉出膜，但是破洞有锯齿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了。加入黄油，先用3档揉3到5分钟，揉到看不到黄油了，然后再转5档揉1分钟，然后就检查一下。这个配方很好出膜的，可别揉过了。看揉到这样就可以了，破洞基本光滑了，还有非常少量细小的锯齿，这样烤完以后就长得可高了。有一股柠檬红茶的味道。揉好的面团温度尽量不要超过26度，我超了0.2，可以忽略不算哈。然后给它盖好，在不超过28度的室温下发酵。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奶酥馅，就是把屏幕上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在一起，搅和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怕热量高的话，也可以不包奶酥馅，就做一个没馅的吐司也挺好的。差不多1个小时以后，面团变成了一个2倍大的气球，但是你摁下去它还能轻微的回弹，没有泄气，这样就发好了。然后就照着我这样给面团折叠2下，再滚圆几下，再拍拍表面的大气泡，只要表面光滑就可以了。盖上，在室温下松弛20到30分钟。松弛好以后，面团又变胖了。我怎么觉得这个面团跟我一样，时而胖时而瘦。帮它泄气吧，给它擀开。擀的时候注意不要太使劲哦，轻轻的擀，也不用把所有气儿都排出去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要不然面筋太紧，烤的时候它会给你好看。拍掉边上的气泡，然后给它翻个身。把底边稍微压薄一点，放上奶酥馅儿。我真心觉得这个奶酥馅儿放的有点多了，你们也可以考虑减少点奶酥馅儿的量哈。不过多了是真香，真好吃啊。然后我还想放点蜜红豆，这个可加可不加，我就是挺想加的，所以我就加了。从上到下卷起来，把封口捏一捏。然后再给它稍微搓长一点点，再给它拍扁点儿，然后给它切成3条，最上面可以别切开。切面翻过来，我这个面呀和得有点软，你们要是怕不好操作呢，可以别加太多水，我加了120克水，你可以先加100克水，揉的时候看一下状态，不够再加呗。然后就这样给它编成辫子就可以了。
结尾接头处捏紧，再把两头往下折，装进450克的吐司盒里。天太热了，室温发酵就可以。发酵温度最好不要超过32度，要不然那个黄油容易化。发到模具的9分满，在表面刷一层牛奶，然后再撒一些杏仁片，就可以去烤啦。烤箱提前预热好，放进烤箱的下层，上火150度，下火200度，烤28分钟。如果你跟我一样用的是卡式750或者750S 的话，可以上火用180度预热，放进去以后把上火调到最低，这样中途就不用盖锡纸了。烘烤结束，取出来震一下模具，然后把面包倒出来，再把它赶快立起来，就放在晾架上晾凉就可以了。一定要完全凉了以后再切哦，因为热着切的时候它真的特别软，完全直不起腰来。这个面包有浓浓的茶香味儿，还有香甜的奶酥馅儿，我还放了好多的蜜红豆。你们想吧，能不好吃吗？我能不胖吗？我这个是放了1晚上以后，第2天才切片的。你们看看这个状态，还这么的松软。这个面包放个3天都还是非常软，还等什么？赶快行动吧！今天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